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坐在一个吵杂的房间里，周围各种声音交错。但如果你停下用心智去评判，而是去静静的觉察，就会发现这些声音都是从一种更深的寂静中诞生的。心灵作家艾克哈特·托勒说过，这寂静是声音之母，不论多嘈杂的噪音，都在他的怀抱里生成。老子的智慧也在描述一种类似的本源。他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三生万物。万物从何而来？从道这个不可名状的存在开始，一切形式都在它的流动中逐步显化。这个道并不是一个神奇，而是一切存在的源头，是未显化状态的场域。举例来说，一个房间内的任何桌椅，大自然中的任何花草树木，甚至你我自身，都源自这个不可见却充满可能性的空间。如果用现代科学语言来理解，就像物理学家海森堡说的零点场，即使在最空的真空中，微观粒子仍不断出现与消失。空无并非空无，它本身充满了能量的活动，蕴藏着无限生成的潜能。今天这集，我们要从老子的智慧出发，带你看见这个宇宙结构背后的法则，也要来探索，当你理解了这个未显化的源头，你的人生与宇宙的节奏是否能重新对齐？老子开宗明义地说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道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用语言描述的存在，它不是一个神奇，也不是心智能掌握的对象，而是一种生成万物的底层场域。他接着说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。这里的有物混成指的就是一切形式出现之前的统一状态，没有分化，也没有对立，却潜藏着万物的可能性。这个寂兮不是死寂，也不是虚无，而是一种充满潜能的空，是声音之母，是万物显化的源头。如果用现代语言来比喻，就像物理学家海森堡描述的零点场，即使在最空的真空中，微观粒子仍不断涌现与消失。空无并非什么都没有，它本身是能量与可能性的场域。老子用几个字就捕捉到这个概念，道就是万物生成的背景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未显化状态。理解这点，我们就能看到老子接下来所说的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的含义。万物从何而来？不是从某个神创造，而是从这个未显化的道中自然而然展开，像河水自然流向大海一样，不强求，也不抗拒。而这对我们每个人也有深刻的启示。当你觉察到这个源头的存在，明白一切形式都是从这个场域自然显化的，你会开始意识到你并不是孤立存在，你的内在意识本来就与这个生成节奏同步。心灵作家托勒称之为未显化状态的融合。而在显化模型中，这是第一步，回到内在状态与宇宙的本源对频。老子所说的致虚极，守静笃，就是这种态度。先让内在的空与寂静达到极致，然后顺其自然地展开一切。这不只是哲学，也是一种可实践的生活智慧，提醒我们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于与这个源头的对齐，而不是硬要控制外在世界。在理解一生二，二生三之前，我们先来看老子对无的描述。很多人听到无就以为是什么都没有，但老子提醒我们，无是万物之母，是潜能状态，而非不存在。他说：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换句话说，一切有形之物都源自一个看不见的基础，这个无本身蕴含了生成的可能性。老子用生活中的比喻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：30幅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。
凿户有以卫士，当其无有事之用。车轮中心的空洞让车能转动，房间的窗户和门让空间有用。杯子之所以能装水，是因为里面是空的。这些例子提醒我们，形式的存在依赖于看不见的空间或潜能场域。这和心灵作家托勒所说的“寂静是声音之母”几乎高度呼应。寂静并非没有声音，而是声音生成的基础。同理，未显化的道也不是虚无，而是一切形式的源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活中看到的万物都在无的孕育下自然显化。了解了这个无的本质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老子接下来的宇宙生成观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道生一，道是一切的未显化源头，最初的统一整体。这个一不是单一物质，而是潜能的聚合，是尚未分化的存在场。一生二，从统一中分化出对立或极性，像阴阳、正负、能量与物质形成动态的互动，也就是我们所身处的二元对立的相对世界，有相对才能体验。例如，没有冷，你无法感受什么是热；没有黑暗，你无法体验什么是光。二生三，极性的交互作用产生结构与关系，开始形成复杂系统。三生万物，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，万物自然而然涌现，没有强制，没有刻意，万物各得其所。这个模型提醒我们，宇宙从来不是一个随意拼凑的结果，而是从潜能到形式的自然展开。每一个个体，每一个物件，每一个事件，都是这个生成节奏中的一环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也提供了一个指引：当你开始觉察内在的寂静，回到未显化的源头，你的心智不再对抗流动，而是与宇宙的节奏同步。托勒称这个为未显化状态的融合，在显化模型中，这是第一步，先调整内在状态，与生成源头对频，结果自然呈现。老子用简单几个字就描绘出从无到有的生成法则。我们现代人用心理觉察与科学隐喻，则可以更直观地理解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于对潜能场域的觉察与共振，而非单靠小我心智的努力与思考。在理解了老子无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的宇宙结构之后，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做一个隐喻，帮助理解这种生成的本质。物理学家海森堡告诉我们，真空并非真正空无，即使在最空的空间里，微观粒子仍会短暂的出现与消失，这就是所谓的真空涨落。物质不再被看成突然从无中冒出，而是从更深层的基态场中逐步显现。这个概念和老子所说的无非常相似，看似空无，却蕴含生成万物的潜能。当然，老子并不是在讲量子物理，但这种从潜在状态到显现世界的结构性理解，让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在哲学层面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呼应。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零点场与真空涨落，可以点击上方资讯卡或片尾连结，观看我们之前那集海森堡零点场的科学解析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将视角转回自身。艾克哈特·托勒提醒我们，觉察内在身体的能量场是一种直接体验未显化状态的方法。当你感受呼吸、身体的存在，并把注意力从外界杂讯收回到内在，你便与那个寂静的源头对频。这个状态不是空洞的静止，而是充满潜能、等待显化的能量场。在本频道提倡的显化模型中，这是核心的第一步，调整内在状态。当我们不再被小我的焦虑、渴望和判断牵引，而是回到与生成源头同步的频率，共识性自然开始发生，你的念头、行动以及外界事件会自然而然地排列成与内在状态一致的形态。换句话说，
真正的创造力不是强行控制外界，而是回到源头，让内在的空与外在的世界产生共振。老子说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先让内在达到极致的空与寂静，然后一切显化便顺其自然。这里的智慧与科学隐喻结合后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万物的生成不是奇迹，而是一个有节奏的自然过程。你的内在意识也本来就拥有与这个节奏对齐的能力。觉察，回到寂静，调整内在，便是个体与宇宙生成同步的关键步骤。回顾这一整集，老子的智慧其实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宇宙的天文答案，它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结构，存在如何自然展开的模式。万物从未显化的道中生成，从1到2到3，再到万物自然而然的呈现，这个节奏本身就是法则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这个模式的启示很清楚。当你停止对内在的抗拒，停止被小我的焦虑和匮乏感牵着走，你就回到这个生成节奏里。正如老子所说，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用力去掌控，而在于与整体一致，顺应自然流动。他还说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无为而无不为。这不是消极无为，而是一种有智慧的内在节制。减少多余的心智干扰，回到寂静，让行动变得自然、清明、低内耗。当个体的心智不再与宇宙节奏对抗，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决策、创造力，甚至显化的可能性，都像水到渠成般自然发生。托勒的观点也与此呼应，他提醒我们，长期活在心智噪音与焦虑之中，会切断与整体流动的连结。而透过觉察内在身体，觉察当下寂静，我们便重新与道对齐。这种状态不是强行改变世界，而是调整自身频率，使行动与环境同步，结果自然呈现。换句话说，老子并没有教我们如何征服世界，他教我们如何不再与宇宙对抗。当我们停止干扰，万物自生；当我们回到内在寂静，宇宙的生成节奏便成为我们行动的流动支点。结束这集之前，请记住，创造力、显化、智慧都是在你停止用力抗拒，回到源头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地展开。你所追求的不是控制，而是与道同步，让生命自然而然的流动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